据悉，素有天才操盘手之称的女股神，近日秘密回归华国，将为华国金融界带来一次巨大的震动与洗牌。老大，你以前投资那3家公司啊，现实商界龙头，他们的负责人现在已经在机场外边等着迎接你了。这个时间该到洗漱晚点吧。哎，总裁好，总裁啊，我特意为您买下了云城郊外上百亩的山头，打造了一座庄园。您啊，没事可以去打打高尔夫，放松一下。总裁，听说您喜欢传童话，我斥巨资收购了一些流落在海外的文物，建了一个私人博物馆。对啊，总裁，我听说女孩子都喜欢有自己专属的衣帽间，我就给总裁你准备了一个大的衣帽间。衣帽间有多大？总裁，你看，那整栋大楼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衣帽间。各位有心了，不过我此次回国是应华谊集团的邀约，帮他们处理子公司的财务危机。你们可不能泄露我的身份啊！是，总裁。大哥，我让你帮我找结婚对象呢，还没有，还没找。幸好我爷爷身体不太好，我不想让他留遗憾。好，老大。总裁，需要我们送您去环宇集团的子公司吗？不用不用，我要骑那个电动车去。什么？爷爷，少给我嬉皮笑脸！一说相亲你就跑，你现在再跑一个。爷爷，我最近子公司正面临财务危机，我真的没空去相亲。你什么危机？就在子公司见面，又不让你专门跑一趟，什么意思？我呀，听说那个肖老头那孙女啊，在金融界混得不错，所以呢，我就把他挖回来了，就在咱们的子公司接管财务工作。所以呢，我就安排你们俩在子公司见面，怎么样？这个臭小子，你又在耍我，气死我了！连我这兔子都喝着。哎呀，幸好是没事，公司车要是撞坏了，我一个司机可赔不起啊！你先上车。你这个老不尊，你没长眼睛吗？啊，走路不会看路吗？哎，你看我车撞成什么样子了？你赔得起吗你？哎呦，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身体不好。肖银静，肖云，哎呀，老同学，这个好久没见了，这么长时间没见，我们当年大名鼎鼎的学霸怎么变成这样了呀？哎呀，当年学的这么好有什么用啊？还不是穷逼的。哪像我，现在出入都有豪车接送。哎，你有病吧你？多可惜！你看这么好的包子，糟蹋了。哎，爷爷，这都脏了，不能吃。我现在给你买新的。这姑娘真是善良又正义，都姓肖。要是她是肖老头的孙女就好了。爷爷，我又给你买了几个，你吃。你要不够吃，我再给你买。姑娘，你人可真好，
我还没问你名字，你叫什么呀？爷爷，我叫萧云静，你叫我静静就好了。静静，名字好听。爷爷，你拿着，你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我还有事，我不能陪你去，先走了啊。等，静静，你这是要去哪？哦，爷爷，我要去华宇集团去报道。我今天第一天上市。华宇集团？巧了啊！我那孙子啊，就在那个集团工作。哥，咱们一块儿去。爷爷，拐杖。爷爷，坐好了。好嘞，从前面左转啊。终于要见到女股神了！据说她一晚上就创造了5个亿的财富，她简直就是我的偶像啊！那算什么呀？那女股神最牛的战绩是3个小时之内让一家破产清算的公司市值直接翻了2倍！2倍！女股神能来我们公司，说明董事长还是非常看重我。你们一定要在女股神面前好好的表现，尤其是收钱。萧云静，怎么又是你啊？你还真是，什么垃圾都往回捡啊！萧云静，怎么又是你？你还真是爱到处捡垃圾。萧云，女股神肯定不会骑小电驴这么掉价，看来坐豪车的这位才是女股神。哎呀，女股神，你好，你好，我是张翔，是咱们子公司的主管，欢迎您入职。董事长已经把 CFO 的位置留给您了。这就是肖老头的孙女，人品真不怎么样，还是静静好。这个 CFO 的位置不能给他了。这人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不是，你这臭老头，你谁呀你？从哪儿来的？你说不给就不给啊？女股神，您可是我的偶像，能跟你一块工作，简直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他们竟然把我认错成女股神了 ！CFO 那不是首席财务官，这泼天的富贵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啊，对，你们好，我是萧云。他们竟然把萧云错认成我了。张主管，哎，这位，他也是新入职咱们公司的吗？你是？张主管你好，我是今天新入职的萧云静。啊，都姓萧，萧小姐，你不是亲戚？哎呀，可别，曾经大名鼎鼎的学霸呀，我可高攀不起。学霸又怎么样？现在不照样是个穷逼呀？怎么能跟萧小姐您比呀？这话说的倒是没错啊，学得好不如混得好。看看我，现在呢出入都有豪车接送，而且呢这浑身上下都是名牌。啊，对对对，像有些人穿的什么垃圾玩意儿啊！萧小姐，而且您的办公室啊，我已经给您布置好了。好，哎，你自己跟上。哎。华宇集团子公司的人，多少有点毛病吧？这萧云怎么还来霸凌这一套？不行，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当我的孙媳妇儿，还是把静静介绍给阿万。算了，合同都签了，还是先上班吧，不能让萧云破坏我好不容易积攒的名声。哎，静静，等等，哎，爷爷都看明白了，这帮人他们可瞧不起你。要不这样，你跟我去见我孙子，让他给你撑腰。啊！走，跟我来。哎，爷爷，阿万，哎，爷爷你怎么又呢？阿万，我给你送媳妇来了。阿万，你好好看看，看这静静，静静啊，他就是我给你说的我孙子。好。你们俩，我是越看越高兴，越看越般配。要不，
咱们今天就把证给领了。什么？爷爷，我去接个电话。来，妈妈，多好的姑娘！爷爷啊，你在搞什么？我给你找媳妇儿呀！妈妈，我跟你说啊，静静她可是个好姑娘，她不仅正直善良，而且人品还好。你听我的，没错啊，跟她结婚，绝对不会后悔。他就是你说的那个金融圈的新秀？怎么可能是他？肖老头那个孙女可不咋地啊！今天他差点把我撞了，而且还骂我。多亏静静出手帮助。喂，爷爷。喂，静静。爷爷，你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的？静静，爷爷快不行了，没有几天活头喽。爷爷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见你结婚成家。爷爷，爷爷，我已经找到结婚对象了，我过2天就带回去给你看。好，那爷爷等着。那个，我们结婚吧。什么？真的吗？我孙子他可是……你听我一下，肖小姐，我很穷的，其实我没钱，我没钱没车没房，我就是标准的3无人员，就这张脸能看了。我不在乎，钱房车我都有。啊，这张卡里还有20万，只要你跟我结婚，这些都是你的。爷，现在就去领证，民政局领证啊！走吧，静静，来，赶快。没想到我就这样跟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领证结婚了。不过为了爷爷，一切都值得。来，我看看。好啊！不愧是我亲自选中的孙媳妇儿，你看她多般配，多般配嘛！肖小姐，你这身衣服是季希凡家的最新款吧？这身至少也要好几十万吧？我做梦都想要一身季希凡的衣服，可就是买不起，还得是肖小姐你呀。这有什么的呀？像这样的衣服呀，我衣柜里面大把是。呀，肖莹静，你竟然敢跟肖小姐穿同款的衣服，还真是丑人多作怪啊！就是肖英静，你穿一身假的，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呀？哎，你怎么不说肖英穿的是假的？小英静，我这身衣服可价值上百万，你一个骑小电驴的穷逼，你能买得起真的吗？就是肖莹静，肖小姐能同意你进公司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还不快跪谢肖小姐？就她，你，哎，小心！我的衣服，肖小姐你疯了吗你？呀！萧元，你怎么浑身都湿了？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也是救人心切，你应该不会怪我吧？肖莹静，肖小姐不过就是说了2句实话，就故意用水泼她，你怎么那么恶毒啊？就是，你知道肖小姐这身衣服多少钱吗？把你卖了也赔不起。肖莹静，今天你必须跪下给我道歉，要不然这事儿没完！你算个什么东西？你配让我给你跪下？你们两个给我跪下！肖小姐让你跪下你就给我跪，哪那么多废话？你把肖小姐的衣服弄湿了，肖小姐只是让你跪下道歉而已，别不识好歹了。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总裁，你是环宇集团的总裁？你是环宇集团的总裁？我不是总裁，我是总裁的助理。总裁让我来分公司，是啥？你别给我说漏了。原来如此，你放心，我演技超好，绝对会露馅。完了完了，环宇集团的总裁怎么来了？他不会戳穿我是个冒牌货吧？萧英静怎么跟总裁关系这么好？难不成萧英静她爬上了总裁的床？总裁，你可一定要为萧小姐做主啊！这个萧莹静，她不仅污蔑萧小姐，还故意用水泼萧小姐的衣服，把衣服给毁了。要知道，萧小姐这次行动加起来可要上百万呢。什么？萧莹静，你以为你自己是谁？竟然敢欺负萧小姐！你被开除了，收拾东西滚蛋！张主管，你好歹也是此公司的主管，你怎么如此武断，就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那监控放那儿是摆设吗？监控当然不是摆设，不过这2天，既然公司的监控是摆设，那我这个人真……我刚刚亲眼看见，明明是他故意将他推倒，萧元静只不过是为了救人，不小心将水泼到了他身上而已。不是总裁，我可是总经理亲自请来的，你怎么能为了这个勾引你的贱人指责我们呢？爷爷特意请来的又怎么了？萧静怡现在还是我媳妇呢。萧小姐是你，在我这儿只看能力，所有人都没有特权。那总裁，不好了，子公司的股票被人恶意架空，马上就要破产了呀！什么？见了，快，脱掉！是什么？完了！是，快，脱掉！大盘什么时候开始下跌的？下跌之前有什么预兆？说，半小时前就开始有波动了，但是我就没放在心上。前后5分钟之前就开始下跌，现在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你俩近1个月大盘涨幅呈正负。你把800111出售，800456买入。你都愣着干什么？行动呀！萧英静，你懂什么是金融吗？知道怎么操盘吗？就在这瞎指挥呀！就是萧莹静，萧小姐还没有说话呢，你在这瞎指挥什么呀？就显着你了是吗？好，既然你们觉得我不懂，那就请萧小姐接着操盘吧。我只是冒充了女股神的身份，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你应该知道，以我的身份，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我。要是连这么点小危机都解决不了的话，那我看这个子公司也没有必要存在。不用了，总裁。萧小姐，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操盘这种事对你来说一定很简单，我求求你帮帮我们吧。是啊，萧小姐，就帮我们吧，你可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怎么？是不值得，还是根本就不会？萧云，我看你比谁心里都更清楚啊！萧英静，你胡说什么呢？你800761全部抛出！什么？抛哪个？我说800761全部抛出！什么？萧小姐，你真的是学金融的吗？怎么？你敢质疑我？不敢。但萧小姐，但凡懂点大盘的人都知道，800761它不怎么抛的大盘就崩了。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敢质疑萧小姐？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抛啊！抛！快，脱掉！大盘崩溃，必须马上采取措施，这怎么办呀？萧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脑袋出了什么问题？应该只是暂时的，再等等，等等就能升上去了。小雨，你睁大眼睛看清楚，大盘已经跌停，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你胡说什么？我说了，再等等，等等就能升上去了。立刻抛出800111，全部买入800456。江莹静，肖小姐说了，再等等，你听不懂人话吗你？你闭嘴！全部按照我说的，你们要不想公司破产，总公司问责，就按照我说的做。照他说的做。去吧，我相信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被总裁糟蹋。行动吧！怎么？还要我说第二遍吗？是。800111，你全部抛出！800456，你全部买入！大盘有起色了。继续抛出800951和800654，快！快，抛出！大盘没有任何变化呀。江一静啊，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这不也没把大盘拉回来？别着急嘛，看资金流入图，散户的钱应该正在进。升了，这大盘升了！这是涨停了！涨停了，直接涨停了！从跌停到涨停，只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如此手段，我这个新婚妻子她到底是谁？肖小姐，就你对大盘的掌控，这女股神之称应该是你的呀！哪里，还是大家配合的好，要不然这大盘怎么能被我这么看？喂，韩总，主要技能的范总刚刚打来电话，听说我们子公司遇到了危机，要跟邹总和贾总一起来看看。我知道了。那个总裁找我有事，我得先过去了。不行，这个功劳必须是我的，不然我还怎么冒充女股神的身份？不骄不躁，这才是大佬的风范。不像有些人呀，明明自己不懂操盘，还非有这种。你做的什么东西？这大盘涨停的功劳明明是我的，跟他有什么关系？要不是他在这动手动脚的，这大盘早就涨停了。这里是公司，你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抢功吗？那又怎么样？我可是从 M 国留学回来，也是董事长钦定的 CFO。我说这功劳是我，那它就是我的。肖小姐在 M 国留学的时候，曾经3个小时之内让一家上市的公司破产清算，所以这个功劳它就是肖小姐的。就是，至于肖银静你，不过就是个小员工罢了，怎么可能会有这本事？小雨，这么长时间没见，你的脸皮真的是比城墙还厚。肖银静，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打你还挑时间？既然你想要这个功劳，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大盘虽然被我拉回来了，但是里面还有亏空，要不然你把亏空填上，我就把我的功让给你，而且我会给你下跪道歉。不就是填补这个亏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太好了，那你就拿出20亿，你怎么不去抢啊？区区20亿，你肖家大小姐也拿不出来了吧？萧炎这个瞧不起谁呢？萧小姐可是有财富创造者之称的，怎么可能拿不出这20亿啊？就是萧小姐，你赶紧把钱拿出来，把这个亏空啊给补上，然后再好好的打他的脸。怎么会这么多钱？我上哪儿找20亿呀？就算把我卖了，我也凑不齐呀！啊，我先去打个电话。喂，爸。圆圆，你不是在大公司上班吗？能不能搞到20亿？20亿，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能不能搞到吧？
爸就只是个开车的司机，上哪儿弄20亿啊？你要是遇到什么事儿了，爸这还有200。不能知道。怎么样，肖小姐，能拿出20亿来吗？哎呀，张主管，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肖小姐是谁呀？这20亿肯定能拿得出来啊，对吧，肖小姐？就是，肖小姐肯定不会让我们失业的。就是。那个我看肖小姐这样吞吞吐吐的样子，这20亿恐怕是拿不出来了吧？萧元金，你在那说什么风凉话呢？说的好像这20亿你能拿出来一样。你不过就是个小员工，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谁说我拿不出来20亿的？只不过呢，我要提一个条件。肖小姐，你说，别说1个，100个我们都答应。对，没错没错，都答应。萧英静，你刚刚泼了我一身水，而且还嘲讽我，我要你跪下给我道歉，要不然呢，这20亿我1分钱都不会拿出来。凭什么？你自己拿不出来就拿不出来，找什么借口？肖莹静，给我闭嘴，下跪道歉，快！还不给我跪下！求肖小姐，咱们想看着公司破产啊！你闭嘴吧，我又没有犯错，凭什么给他道歉？大家都看到了啊，是他不愿意跟我道歉，可不是我不愿意拿出来这20亿救公司的啊。肖莹静，你这个害人精！自从你来了公司之后，就没有一件好事情。张主管，你也不能这么说。要是他真的不愿意跟我道歉的话，那不如就让他拿出来这20亿吧。好呀，拿就拿，我区20亿。什么？区20亿？哎，你也不看看你这个穷酸的样子，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还区？哎，肖莹静，你要是全身上下你能拿出来200块钱就不错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你？你们2个给我等着！哈子，现在立刻马上给华谊集团子公司的账户打20亿！肖莹静啊，肖莹静，哎，这种大话谁不会说啊？哎呦，肖莹静，你该不会以为自己是什么超级大佬，打个电话就有人过来给你送钱吧你？哎呀，可别这么说呀，说不定人家是真的能拿出来这20亿呢。怎么可能？他肖英静要是能拿出来，我今天就跪着叫他姑奶奶！啊，叫我一个啊！肖英静，既然你非要跟我作对，那20亿这个锅呀，你就好好的背着吧。华谊集团到账我的账户到了20亿！什么？什么？怎么可能？他怎么能有这么多钱？这怎么可能？你不是一个骑小电驴的酒鬼吗？你哪来这么多钱？啊，小云，你自己喜欢冒充别人身份，可别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是个没实力的蠢货。我说了，我能拿出来，就是能拿出来。倒不是你，那你再拿出20亿啊！公司的窟窿已经补上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拿钱？不，你当然得拿。你拿出这20亿，才能证明你女股神的身份。你要拿不出来，那就说明你这女股神身份有点冒。肖云静在那胡扯什么呢？肖小姐怎么可能冒充？肖云静，你以为肖小姐跟你一样只会说大话吗？肖小姐，你快拿20亿出来，好好砸砸他肖云静的脸！欢迎。我的资金都在股市里，我手上没有流动资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肖云不肯拿钱出来，该不会是在忽悠我？可是他刚刚不是还把股盘给拉上去了吗？肖小姐后面也操盘了，这大盘是谁拉上去的还不一定。可是肖云刚也说他的钱是被套牢了，我们到底该信谁啊？哎呦，我哪知道？不行，再这样下去，我冒充女股神的事情就瞒不住了，必须把所有事情都推到肖英静身上。肖英静，你凭什么说我拿不出来这20亿？明明是你不给我道歉，所以我才没有拿出来那20亿。说到底，都是你的错。你们在吵什么？安总，你们公司的员工是在进行职场霸凌吗？
环宇集团的这企业文化，这算是领教了。我看呢，我们接下来对环宇集团的合作要持观望态度。范总、周总、贾总，都是误会。这家集团的范总，安华集团的周总，新盛集团的贾总。三位老总，安总说的没错，误会全部都是误会。我们刚才只是在讨论一些问题，激烈而已，没有霸凌，没有。有没有霸凌，我们心里有数。你是在教我们做事吗？没有，没有。见过总裁，见过总裁。他们三个怎么一起来了？不行，安安还在这里，我的身份暂时还不能暴露。万一吓到他，我上哪再找一个男人回去给爷爷交差啊？但我们又猜错了，萧云才是大佬，之所以没有拿钱，是因为萧云静没给拿钱。可是范总他们看向的方向，萧元静也在里面。范总，那个萧小姐在这儿呢。哎呀，范总，你们来的太慢了，刚刚萧小姐的身份都被人质疑了。你是谁？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不是把我当真总裁了？呵，哎，不可能，萧云静绝对不可能是他们口中的总裁。范总，你们不是来看萧小姐的吗？开什么玩笑？啊？我这嗓子不舒服的。难不成我这个新婚妻子跟范总他们认识？不是萧云静，你有病吧？你没看见范总正在跟萧小姐说话吗？在这瞎插什么嘴啊你？萧云静，你就算想引起范总的注意，是不是也要看看场合？在这儿装什么可怜？闭嘴！竟然敢这么跟萧小姐说话，这活腻了吗？范总，这是萧小姐呀，那个萧云静她就是个土包子。范总，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够了！你是在教我做事吗？啊，安总，这就是你们环宇集团员工的素质吗？范总，范总，我老公在这儿，你先不要过来我的身份，他只是个助理，还冒充花银老总裁，你对他这么凶狠？他本来占先了，先生，萧云姐就是我。是总裁。范总，您这是干嘛？我只是顺手帮了您一把，您不必为了我跟萧小姐作对啊。萧小姐说的对。萧小姐，刚刚是我冒犯了，算你识相。萧小姐，那20亿啊，刚刚已经打入到贵公司的账户了。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提供。暂时不需要了，你们坐下吧。是。子公司的大盘已经稳定了，资金也进，这下总裁一定会不满意。当然不会，你做的很棒。那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站长对我这个妻子可比对萧云这个女股神恭敬的多。看来我这小妻子身上还有很多秘密。那个，我要不先去总裁那儿把这边情况汇报一下。这有些人啊，前脚范总刚走，后脚就勾搭上总裁了，真是没种。夏云静，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想妄想勾引总裁？我们这儿的庙小可容不下你。收拾收拾东西，赶紧滚蛋！张主管，我做错什么了？你凭什么要开除我？你污蔑萧小姐，而且还妄意勾引总裁，凭这2点，哪一条我都能开除。我勾引他，他可是……他们现在认定安万是总裁，我要是说安万是我老公，他们肯定不信。还是算了。是什么呀？你又想编什么大话呀？笑，我知道，我错。笑，张主管，既然呢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不如呢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萧小姐，你说什么是什么？那既然如此呢，你就留下来当保洁吧。保洁？萧雨，你别太过分了。那又怎么样？滚还是做保洁，你自己选喽。小雨，好，当保洁就当保洁。
哦，这凤冠也太精美了吧！不愧是老祖宗严选。听说这顶凤冠呀，是王爷特地打算送给侧妃的，象征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哇，这么土豪的爱情，我也好想拥有啊！凤冠，邹华好像说收了一顶点翠凤冠，有空我得去我博物馆看看。你们在干什么呢？香小姐，你看，这是最近刚出土的一顶凤冠，是不是特别的精美？这凤冠上呀镶嵌了108颗的宝石，有学考古的网友说这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哎，肖小姐，我听说你名下好像有一个博物馆，那你是不是也收藏有这种凤冠呀？那是当然了。哇，真的吗？夏小姐，你能不能带我们近距离的看看这顶凤冠？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呢，不能带萧云静，他会拉低我们博物馆的档次。有这个时间，我去试戴一下我的点翠凤冠，难道不香吗？宝贝点翠凤冠，等着我呀！我马上就去宠幸你。无所谓。哇，不愧是萧小姐，私人博物馆呀，这么的气派。萧小姐，这整栋楼都是你的私人博物馆吗？这得有多少藏品啊！这么大的一个博物馆，里面的藏品肯定不少钱吧？哎，也就是一点小钱了。走吧，进去看看。不行，那凤冠极其珍贵，这几天闭馆就是为了迎接他的到来。爸，可是我都答应他们了呀！你说你这要是再不答应我，我以后怎么在他们跟前立足啊？行，明天我带你们过去。谢谢爸。啊，云云，什么你的博物馆？你跟你的同事都怎么说的？爸，我不过就是虚荣心作祟，说这个博物馆是我的。你怎么能这样？走，跟你的同事解释清楚。我不去，我不就装了一下吗？我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行，这事儿必须得解释清楚。哎呀，萧小姐，你到底还能不能参观呀？当然可以。爸，等看完凤冠我就跟他们解释，好不好？行，以后可不能这样啊！知道了，我们走吧。这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该不会是真迹吧？这是元青花吗？我竟然在这看到了元青花！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我在国家宝藏里面看到过，据说是杨贵妃的贴身物品呢。别碰！萧小姐，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王羲之的真迹。萧小姐，那个元青花的瓶子瓶身细腻，色泽光亮，我可以拿出来欣赏一下吗？当然可以了。我看谁敢！萧云静，你怎么会进来的？这是我的地盘，我为什么不能来？萧云静，你个土包子，在萧小姐的地盘上还敢这么嚣张，你活腻歪了你！这要是他的地盘，他怎么会不知道文物珍贵？就算是张家上手，也要戴手套。好像的确是这样的。萧云姐，这是我的博物馆，我想让谁放什么东西都是由我。萧云，你可想清楚，这个博物馆里随便一件藏品就价值上千万，算坏了你们承担不起。我的东西，我想让谁碰就让谁碰。萧小姐，这里虽然是您的私人博物馆，但是这磕了碰了的，我
们可赔不起。肖小姐，是我前头考虑了。就是，肖小姐，要不我们去看凤冠吧？凤冠呢？在那边。我还以为萧云有个博物馆呢，没想到还是用我的博物馆冒充的。居然是点翠凤冠！凤冠呀，以金丝编织而成，铜铁是以点翠，造型大气，用料奢华。这在点翠凤冠中属于珍品哦。主管，这个点翠凤冠有什么特别的吗？你竟然不知道点翠？我知道。这点翠工艺嘛，顾名思义，就是将翠鸟的羽毛作为装饰材料，将金属跟羽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打造出光彩夺目的艺术品。这竟然是真的羽毛啊！这当然是真的啦。其实呀，点翠工艺已经流传到了现代，只不过呀，什么？哎呀，主管，你快点说呀！只不过这项工艺需要从活着的翠鸟身上拔取羽毛，制作这样一顶凤冠，就需要牺牲成百上千只活着的翠鸟。这点翠工艺虽然好看，但也太过残忍了吧？所以呀，我国在1933年关闭了最后一家点翠工厂，这项工艺呀，也就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肖小姐，我能不能打开这个罩子，近距离的去欣赏一下这个点翠凤冠？我保证，我绝对不会碰到它的。当然可以了，你去开吧。我劝你不要碰这个玻璃台子，这个凤冠的台子连接着博物馆的防盗系统。小云姐，有完没完？我的凤冠，我说让谁碰就让谁碰，管得着吗你？起来！装的好像你很懂一样，别耽误我们近距离的去欣赏萧小姐的点翠凤冠。真是不识好歹！算了，就让博物馆的防盗系统给他们一个教训。什么防盗系统？哎呀！蔡小姐，主管，救我！怎么回事？这小功力电铃电不死。这怎么回事啊？可能是误触了防盗系统，只要把防盗系统关了就好了。那你赶紧关了呀！防盗系统启动，检测到主人在场，请主人扫描虹膜解除防盗系统。主人？肖小姐，你不就是这个博物馆的主人吗？你快去扫描一下你的虹膜啊！去呀，肖小姐！虹膜扫描失败，报警中。别报警啊！怎么会扫描失败？肖小姐，你再扫一下呀！不是肖云姐，你笑什么呀你？我当然是笑你们蠢呀！萧云怎么可能是这个博物馆的主人？他虹膜扫描肯定不成功呀！你胡说什么？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坏了，要不然它不可能不成功。主任，虹膜扫描成功，防盗系统解除，欢迎主人回来。这位小姐的虹膜怎么会扫描成功？难道她就是邹总说的真才？完了，完了！怎么回事？肖小姐，这萧云姬的虹膜怎么会扫描成功呀？现在你们知道了吧？这点翠凤冠到底是谁的？难道说这点翠凤冠，还有这整个博物馆都是萧云姬的？你们别跟他胡说！你来告诉我，这个凤冠还有这个博物馆到底是谁的？是你的。听见了吗，萧云姬？这真的呀？假的那你真。你是谁？为什么要撒谎？够了，萧云静，人家明华集团的高管还能撒谎吗？就是萧云静，你真是诡计多端，处心积虑的想让我们以为你才是这顶凤冠的主人，真拿我们当傻子呀！行了，跟他废话这么多干什么？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小云，你好
大的胆子！还有你，苏华知道你把我的博物馆借给萧云吗？什么？你的？萧云静，告诉你，不要在这胡搅蛮缠，不然等回公司我就把你开除。听见我说的话吗？你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明华集团的高管是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个博物馆到底是谁的？是啊，你说，到底是谁的？是属于萧小姐的。萧云，你听到了吗？这博物馆根本就不是你，谁给你的胆子敢冒充身份？萧云静，你没事吧？这萧小姐指的肯定是萧云呢。萧云静，萧小姐好心带我们来见世面，你却在这里无理取闹，还不快给萧小姐道歉？跪下，给我道歉，我还可能大发慈悲的原谅你。这话该我说吧？萧云，只要你现在给我道歉，我就可以不计较你冒充身份的事。够了，萧云静，人家明华集团的高管都已经证明萧小姐就是这里的主人，铁证如山，能闹到什么时候？我闹？张主管，这明华的高管一看就是萧云的人，他肯定会帮萧云说话，他说的话不可信。你少在这胡搅蛮缠了，该证明的我都证明了，这就是我的博物馆，你还要怎么样啊？是吗？我听说这个博物馆现在是由宋承仁来管理。既然你说你是这个博物馆的主人，那你把宋承仁叫来。你要是能把他叫来，我就相信你是这个博物馆的主人，如何？宋承仁，就是那个被称为国宝鉴定大师的宋承仁。听说他不仅管理着多家的私人博物馆，而且还是明华集团的二把手，在金融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大佬。萧小姐，这么厉害的大佬，要不你叫来让我们见见？就是，萧小姐，你也让那个土包子死得明白。怎么，你不敢吗？我怕什么呀？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别！喂，宋承然，我现在在博物馆，你立马给我过来。什么？你不在？宋承然出差了，他不在。哟，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本来我们还想见见这位传说中的大佬。是吗？我怎么听说他没有出差，就在博物馆呢？哎呀，萧云静，我们萧小姐这电话也打了，人家宋先生就是在外地出差嘛，你偏偏在这唱反调，就好像你跟宋先生很熟一样。哎，你要是真跟宋先生有本事，你把他叫来呀。好，那我要是叫过来怎么办？不要！别拦着，我倒是要看你能打给谁。喂，小宋，我现在在博物馆外场，你过来一下。你装的可真像呀，萧云静，你该不会打的是哪家的客服电话吧？我看也有这个可能，毕竟啊，某些人满嘴。小宋，这个小宋不会就是宋承仁吧？萧小姐，我认为啊，像这种满嘴胡言乱语去诋毁你的人，根本就没必要存在吧。要不咱们就把他赶出去吧。你在我的博物馆把我赶出去？萧云静，这里可是我们萧小姐的地盘，告诉你，不要在这儿扫我们的兴，赶紧给我滚出去！听见了吗，萧云静？这里是我的地方，你最好识相点，赶紧自己给我滚啊！对，滚出去！是谁敢在萧小姐的博物馆闹事儿？是谁敢在萧小姐的博物馆里头闹事儿？你就是萧云静那个土包子打电话叫来的人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竟然敢冒充宋承仁！我就是宋承仁。行了，你可别装了，我们这儿呀可有明华集团的高管，这种假货呀，人尽可闻。啊，他真的是宋承仁？就算你真是宋承仁，那你也不能随便打人啊！萧小姐，你听我有说过，凭什么打我呀？萧小姐，该死的！
宋承仁怎么会真的过来？谁敢勾人放肆，活该！是谁让你们敢碰萧小姐的点翠凤冠？是你，还是你？我告诉你，萧小姐可是这里的博物馆的主人，是她让我们碰的。怎么了？你有意见吗？她，博物馆的主人？完了完了，这下死定了！是呀，宋承仁，萧小姐想看她的点翠凤冠，用得着给你打招呼吗？我一定对他贼有意思，我会小心身份，把他们看见就行。快！哦，哎呦，你看看我这脑子，我这记性，我这好长时间不见萧小姐了，萧小姐长什么样我都忘了。您真的是萧小姐？真是个蠢货，连主人长什么样都不忘。正好，那就让我来当这个主人吧。啊，是啊，我今天呢就是来带同事参观一下，想低调一点，所以就没有提通知。哦，萧小姐带同事来参观，当然可以。您看，萧小姐，我要把这点翠凤冠拿出来让大家观赏一下吗？啊，好，算了吧，今天没什么兴致了，改天吧。我们先回去了啊。等等，萧小姐刚来，怎么就着急走啊？萧小姐呢？我想仔细看看点翠凤冠。那我走，你自己去看。这主人都走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知道自己的陋习，萧总，我错了，我错了，求你不要开除我。你这是又知道我身份了？说，刚才为什么要撒谎？是云云让我帮她骗同事的，没想到您会来。云云，你跟萧云什么关系啊？我是萧云的父亲，我们家就云云这一个孩子，让人转过头了。求你不要开除我，我带他来向你道歉。起来吧，我暂时不想暴露我的身份，你要替我保密。你替我保好密，你的这份工作就不会丢。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我的这个秘密但凡泄露了，我就把你开除。萧总，你放心，这个秘密我绝对不会泄露出去半句。萧小姐，你等等我们呀！萧小姐，哎，萧小姐，这个宋承仁不是出差了吗？他今天怎么会过来的？对啊，而且那个宋承仁看起来感觉跟您不太熟的样子，反而跟那个萧莹静感觉挺熟的。这宋承仁该不会是萧莹静打电话叫过来的吧？对呀，萧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嘛？这宋承仁对你没有半分的尊重，反而对那个萧莹静小员工格外的亲切。这个博物馆呢，虽然说是送给我，但是我不经常来这里，所以呢，我跟宋承仁并不熟悉。那这个宋承仁跟萧莹静又该怎么解释啊？事到如今呢，我就跟你们实话实说了。其实啊，这个萧莹静和那个宋承仁应该是什么？宋承仁不是已经结婚多年，而且他有孩子了吗？你说萧莹静是当了小三儿？哎，其实呢，本来如果作为同学，我是不应该说他的私生活的。但是你们看今天，这个宋承仁，他居然纵容萧莹静在我的地盘上为所欲为，而且还牵引瞒我。我说呢，这宋承仁怎么会骗萧小姐出差了？把那个萧莹静一叫知道了，原来是我自己的亲口。我去，这么脏的人竟然跟我们一个部门，还一个办公室啊！哎，程雪啊，以后我们可得小心点，别被他给传染了一身的脏病。你们说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这有什么过分？就是，他都当小三儿了，还怕被我们谴责吗？嗨，萧莹静。大家快来看啊！落汤
来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是说什么来是勾引一个有夫之妇的，来让大家看看你在说什么啊！切，小云姐，你跟宋承仁那点破事儿啊，我早就告诉他。小云，又是你在造谣生事。我造谣？你给一个老男人当小三儿，还怕别人说吗？就是，哎，小云静，你真是太不要脸了！这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啊！真是造谣的一张嘴呀！你笑我？小云，既然你这么喜欢造谣，今天就把你的嘴给打烂！你疯啊你！在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主管，这个萧云静，我们只是好心想要帮她洗洗她身上的脏病，她不领情就算了，她竟然还想打萧小姐大嘴巴子，明明就是你们！萧云静，你给我闭嘴！一天天就你的事儿最多，快点跟萧小姐道歉，不然的话你就给我滚出去！不气，子公司的财务危机还没结束，不能现在走。萧小姐，对不起，张主管，我去换衣服了。萧小姐，那个怎么了，张主管？你有事儿？啊，对，你先走，这边说好。萧小姐，是这样的。这我听说呀，过几天这全球金融峰会就要开始了，这峰会上面的大佬们都会现场操盘，我也想去见见世面，不知道萧小姐是不是有门路啊？全球金融峰会，那现场岂不是有许多大佬？萧小姐，我也想去。萧小姐，能不能把我也带上呀？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金融峰会吗？我带你去。云云，你要金融峰会的邀请函干什么？你管那么多干嘛？哎，真知道萧小姐呀，最有门路了。哎呀，萧小姐，你真是太感谢你了。萧小姐，你真是太感谢你了。全球金融峰会的邀请函还是蓝底儿的，这是真的。我在网上见过，这金融峰会的蓝底邀请函，只有各行业的大佬才能拿到的。哎呀，你也不看看我们萧小姐是谁，拿到这种蓝底儿的邀请函，那不就是个小 case 吗？萧小姐，你真是太厉害了！哦，对了，咖啡我专门给您买的。萧小姐，你辛苦了，我给你按摩一下，放松放松。哎呀，这个全球金融峰会啊，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去就能去的，你们说对不对啊？萧小姐说的没错，像这种全球金融峰会这种国际性的大场面，那当然只有像我们萧小姐这种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去啊。所以啊，这做人呢，还是要有点自知之明。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小云姐？这话应该送给你自己。还有，这什么峰会，我压根不感兴趣。没兴趣？小云姐，你知不知道这个金融峰会的含金量有多高？你在这装什么装啊？我当然知道，他们还邀请我去，我还在考虑当中。小云姐，小云姐，你脑子被泼进水了吧？说这么假的话，也不怕舌头打滑？信不信随你，我要上班了。这不是商定吗？他怎么来了？他也是来金融峰会的？哟，这小撒就是不一样啊！随便撒个娇就能来这种全是大佬的场面啊！简直就是矫情！萧云静，你给我站住！萧云静，你给我站住！静，
这不是那天说对全球金融峰会不感兴趣的肖莹静吗？嘴上说一说而已，还不是来了？肖莹静，你来这儿干嘛？你有邀请函？先说好了啊，一会儿可别吃完午饭你就走。哎呀，肖小姐，人家怎么会没有邀请函呢？那随便爬个床说两句好话，这邀请函不就来了吗？有些人呢就是贱，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怎么，你敢做还怕别人说呀？就是肖莹静，要不是你爬上了宋总的床，怎么能来这金融峰会呢？我自己有邀请函，不需要爬上任何人的床。你怎么可能会有金融峰会的邀请函啊？肖莹静，你说大话之前过过脑子好不好呀？你说你有邀请函，那你拿出来呀，拿出来让我看看呀。你想看，我就得给你拿出来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肖莹静，肖小姐啊，不用生气，反正他一会儿不是也要去宴会厅吗？我们就去宴会厅的门口堵他，揭穿他爬床的真面目。小姐，请出示你的邀请函。他一个被包养的，哪来的什么邀请函？肖莹静，你是来搞笑的吧？这什么邀请函呀？肖莹静，平常穿他假货也就算了，怎么连全球金融峰会的邀请函都是假的呢？哎，小雨，把邀请函还给我。怎么？你是想销毁你这张假的邀请函吗？哎，我就是要给大家都看看。你凭什么说我的邀请函是假的？众所周知啊，这个全球金融峰会的邀请函只有红底和蓝底两种。你这个黑底算怎么回事啊？哎，你要是实在不承认的话，正好来，你来看看这个邀请函到底是不是假的。这确实不是我们金融峰会的邀请函。听到了吗，夏莹静？还说不是假的。这黑底烫金的邀请函，你们不知道，那只能说明你们无知，并不能说明我的邀请函是假的。我说它是假的，它就是假的。萧远，你疯了吧？萧莹静，明明是你在这招摇撞骗，萧小姐只是在维护正义罢了。什么人？金融峰会闹事？什么人敢在我金融峰会闹事？您就是金融峰会的负责人是吧？我举报这个人，他拿着一张假的邀请函在这招摇撞骗。啊！你好大的胆子！真当我金融峰会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萧莹静，谁叫你拿着一张黑色的邀请函在这骗人？活该！刚才说邀请函是什么颜色的？黑里烫金的。住手！被我撕了，就在这儿。黑底烫金，峰会最高级别邀请函，只此一张至尊邀请函。小姐，您是？谢谢，现在还不能暴露我的身份。都是我，是我怨不知难冒犯你，把你女儿去。萧远，别人的永远不是别人。萧莹静，她什么意思啊？哎，不是，你们这会怎么回事啊？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啊？住口！都怪你们蠢货，让我差点得罪了贵宾。什么贵宾啊？他那张邀请函是假的！放肆！这位小姐手里的黑底烫金邀请函，是我们整个峰会最高级的邀请函，只此一张。什么？萧小姐，你没事吧？刚才我被打的时候你不在，现在在这装什么装？萧小姐，那个负责人动作实在是太快了，怎么还没有时间拦下来？对不起。哎，不过萧小姐，这全球金融峰会的邀请函，这萧莹静是怎么得到的？还能是怎么得到的呀？肯定是这儿传的。对呀，肯定是这样的。萧小姐，你千万不能放过萧莹静啊！萧小姐，那这金融峰会我们还去吗？他欠，我会让他千倍百倍的还。去，为什么不去？
总裁，邹总给您准备的服装和面具都已经放到房间了，您现在要去换吗？先等等吧。萧云静，我就说吧，你这邀请函啊是睡着。大家快来看啊！这个萧云静也太嚣张了，明明是个小三儿，搞得还自己跟个原配一样。萧云静，我们环宇集团怎么会有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放肆！你们怎么跟萧小姐说话的？哟，这么护着她呀？你老婆知道吗？你算了，萧小姐她是萧云静，能让宋承然对你这么言听计从，我看你床上功夫挺不错的吧？萧云，别把别人对你的忍耐当做你肆无忌惮的资本。萧云静，你啊，对了，拿别人的总归要还给别人。你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你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总裁，他们太嚣张了，要不要我找人把他们赶出去？不用，他们也蹦跶不了多久。走。萧小姐，萧云静竟然公然挑衅你，简直是太过分了！看呢，那萧云静她就是嫉妒萧小姐，所以她就见不得萧小姐好。就是萧小姐，你不要跟萧云静那种小三儿一般见识。还算你们识相。行行行。真不愧是全球金融峰会啊！这里面的每个人都是大佬啊！天哪，这些都是我在电视里才能见到的人物，这一趟呀，真是来值了！我怎么说要感谢萧小姐把咱们带进来，让咱们长见识。瞧你们那点出息，只要以后好好跟着我呀，这种大场面多的是。谢谢萧小姐。哎，等一下。哎呀，果然啊，还是上流社会的生活适合我。萧小姐，你是谁？老大，刚主办方人物，我能不能在最后邀请上台演讲？总裁，主设计师和萧云因为您吵起来了。什么？去看看。你是谁？你为什么穿着我给萧小姐设计的衣服？我就是萧小姐，这身衣服就是我自己的呀。你撒谎！这件星光是我专门为萧小姐设计的，单是上面镶嵌的宝石就价值1000万。这件礼服是我在我爸车上看到，觉得好看才拿来穿的，没想到还捡到宝了。单是宝石就价值1000万。萧小姐不愧是财富创造者啊！财富创造者，有财富创造者之称的不是萧小姐，这就是萧小姐，萧云。她根本就不是楚小姐。萧云静啊，这原来是你的朋友，你自己爱穿假货就算了，怎么连朋友都是个大话题呢？哎呦，真是笑死我了！萧云静，你的朋友跟你果然是一样的，都是一丘之貉，一个个的大言不惭，竟敢侮辱我老大！哎，把他们给我弄出去！阿泽，这里可是金融峰会，你们算什么东西？敢把我赶？萧云，我劝你不要太嚣张，不然一会儿你收不了场。你不就是个爬床的贱人，有什么资格警告我？把嘴巴给我关干净点！哟，这是戳到你的痛处了，难不成他也是你的姘头？萧云，你要干什么？你就这点胆量，还敢冒充别人？
你是不是想说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所以别招惹我。阿泽，我们走。老大，你为什么不让我收拾他们呀？跳梁小丑罢了，让他们先蹦跶一会儿。楚小姐有什么事吗？哦，肖小姐，贾总邀请我在云城为你举办一场私人的时装秀，我这次来就是特意询问一下你平常喜欢什么风格。这个事情我先考虑一下。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肖小姐，肖银静跟你说什么了？没什么。啊，对了，今天呢都是大佬云集的，你们几个别打着我的名头惹事儿啊，我可担不起。小银静知道我的身份是冒充的了，她知道多少？她为什么不揭穿我呀？哎，知道了，肖小姐。那个，我想去补个妆，这里那么多的大佬，总不能给肖小姐丢人，是不是？我也去，我也去。肖小姐，肖小姐，你们去吧。把爸爸您送给我干什么？你这是什么？你请你来，张总，你这也不行啊！你肖总到。掏800789，买800159。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照做！我老大了，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指点的。拉回来了，拉回来了！啊！杀了，杀了！我的天哪，竟然救回来了！这人什么来头？不知道，第一次见，这太厉害了吧！那位王总可是抢了在场半数的人，都是全胜，这还是第一次吃瘪呢。总裁，明华集团总裁不是邹总吗？宋总怎么会喊这个神秘女人总裁？不清楚呀。我这儿倒是有个小道消息哦，据说几年前明华集团濒临破产，是有个神秘人投资，明华集团才存活下来。而且明华集团对外放出风声，说投资他们的神秘人就是现在金融圈被称为天才操盘手和财富创造者女股神。这位戴面具的女人就是那个神秘的投资人？这就不清楚了。总裁，我带您去您的位置。哎呀，你是不是眼瞎呀？你眼瞎呀你！老大，你没事吧？放肆！谁给你的狗胆，敢诽谤我总裁？我以为谁呢？这不是宋承仁吗？怎么，一个香烟镜满足不了你，这又换了一个？总裁，他，这就是你嘴贱的下场！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在这里我打人，谁敢有异议？你还敢指我？手指是不想要了。不过是个爬上宋承仁床的贱货而已，你凭什么来说我？这位他，这女的有病吧？这位刚刚露那一手，摆明了就不是普通人，竟然敢这样子说。不知道是这里哪位带来的小仙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你要是不会说话，我来教你。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赔偿的问题吧。赔偿什么？我的衣服上也撒上酒了，你也应该赔偿我的。你身上的礼服也是我的，现在一起赔了吧。什么？什么？你的？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这衣服明明就是我的，怎么就成你的了？什么你的？这礼服是我专门为肖总设计的。肖总，他不光会穿你的衣服，他还冒充你的身份。你刚刚还说是给肖云静设计的，怎么现在成他的了？你这人这说话有可信度。你什么你？你说是你设计的，就是你设计的呀？你以为你谁呀你？我天哪，竟然不知道顶级设计师楚离。那他身上穿的难不成真是那位的衣服？肯定是啊，楚离只给固定的顾客设计衣服。你是楚离？没错，我就是楚离。不可能，你不可能是楚离，你一定是他找来的演员，你们都在骗我，不能再跟他们纠缠，要想个办法脱身。我就大人有大量的，不跟你们计较衣服的事，我就先走了。哎，这位小姐，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你要去干嘛？已经说了我不追究责任了，你还拦着我干嘛？让开！现在不是你追不追究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老大追究你的问题。老大，楚离说你不仅偷拿我的衣服，还冒充我的身份。不行，我绝不能承认冒充的事情。我什么时候冒出身份了？那是他胡说，我胡说，那就把你那些狗腿子叫过来对质啊！那都是他们说的，我可从来没有承认过。倒是你一直质问我，难道是你想冒充身份？我冒充？我就说这个女人有病吧！人家刚刚在1分钟之内把那只股票就救活了，有此等手段，怎么可能会冒充身份？也不知道是谁带来的人，也不是管管。我不管，反正你要是拿不出证据，那就是你在冒充。好，既然你质疑我，我也怀疑你，那我们不如比一场。比就比什么？在这里，当然是比操盘。怎么不敢？那看来你就是在冒充身份。谁敢质疑肖总的身份？卓耀集团、明华集团、兴盛集团，总裁到。谁敢质疑肖总的身份？见过总裁。邹总，就是他，他不仅质疑总裁的身份，而且还冒充。邹总和宋总是什么意思？明华集团不是放出风声说当初投资他们的神秘人是如今金融圈素有财富创造者之称的女股神吗？所以这位等于女股神？我天哪，这次是真的见到大佬了呀！这次金融峰会来的真不亏呀！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质疑肖总的身份？肖总，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是我表演不识泰山，都怪我太虚荣了，你就原谅我。萧远，人可以有虚荣心，但是要有能力撑得起这份虚荣心。肖总，我知道错，你就放过我这一回吧，好不好？肖总，我真的错了。就这么就算了，太便宜他了吧？放心，我已经让范总收集了他偷盗和冒用身份的证据，他要是再敢作妖，我就让法律承认他。高啊！范总，你不是不来吗？怎么突然准备出游？这不听说卓耀集团的范总叫了楚离小姐吗？我想请她帮静姐设计几条衣服。楚离是那个全球顶尖设计师楚离。安总，您对夫人这么上心，该不会是真的爱上夫人了？就你话。赶紧滚！别在这嚷嚷，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肖小姐，那个肖小姐，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我还是得劝你，做人呢，脚踏实地。肖小姐，你和总裁是什么关系呀？哎呀，肖小姐，你就别藏了，我看见了，而且我还拍下来了，你看。那既然你们都看到了，我也就不藏掖了。其实呢，我们两家是有联姻的，他呢是我的未婚夫。
姐，你也不说给我们透露一点呀？这不是我即将的。哎，像萧小姐这样的身份，就是应该低调，不然会引起大批人的误会。就是，萧小姐，你怎么这样？幸好啊，这3个整货刚刚去补妆了，不然我冒充女股神的事情就瞒不住了。那个峰会已经结束了，我是特意在这儿等你们。那我们快走吧。环宇集团总裁到。怎么是他？老大，你认识环宇集团总裁啊？他就是那个卫生部。你不说你老公是他助理吗？你认识我吗？你的意思是你没跟他坦白身份呀？这是好玩。哇，这个人看起来有点熟。安总，你今天可是来晚了呀！我给你引荐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卓耀集团的总裁肖，暂且称之为肖总啊。万总，这卓耀集团的投资人不是肖宇吗？什么肖宇？卓耀集团自始至终就只有一个投资人，那就是我们的肖宇。怎么回事？他们3家背后的投资人不是女股神吗？难道说肖云在冒充身份？肖总，安总今天也是受邀来参加演讲的。啊不，我听说贾总今天邀请了楚离小姐，我今日才特地来找楚离小姐。找我？安总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是这样的，我想请楚离小姐给我夫人设计几套衣服。设计礼服呀，老大，你这老公对你还不赖吗？他竟然找楚离帮我设计衣服。可以，你把夫人的尺码给我吧。这个是尺码。这个尺码？楚离小姐，这尺码有什么问题吗？这交给我就好。连尺码都有，这安娜明摆着是对你上心的呀！闭嘴，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那就有劳楚离小姐了。萧小姐，您真的是总裁的未婚妻吗？那还有假？看见没，总裁可是抱着萧小姐呢。哇，萧小姐，您这完全是守为女主的贴切吧？那当然了，萧小姐可跟某些人不一样，萧小姐可是实打实的女主。萧元静，你还不知道萧小姐是我们总裁的未婚妻呢。什么？婉婉都跟我结婚了，从哪冒出来的未婚妻？那你自己看。那你自己看。婉婉，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你也别太难过，谁让你命不好呢？比不过萧小姐。白宇，你说什么呢？当然是说萧小姐不仅是总裁的未婚妻，还是云城豪门萧家的亲家。什么？不是萧莹静，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要我说呀，萧小姐啊，跟总裁可谓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呢。而你说，不仅冒充我金融圈的身份，现在连我的身世都冒充，倒要看看你还会做出什么事来。萧小姐，我听说享誉全球顶级设计师的楚离要在范冷素宁的庄园开场私人展，是吗？这种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啊，的确是这样。怎么了？原来是真的！我跟你们说，那个庄园又大又豪华，我特别想进去参观，可是不对外。萧小姐，您能带我进去一起参观吗？你跟楚离关系这么好，怎么不叫他带你见识见识？什么？你竟然认识楚离？楚离可是享誉全球顶级设计师，这种人怎么可能认识？那天在金融峰会上，我看你跟他挺熟的呀。萧小姐，你该不会说的是那个，就是大言不惭说你礼服是他设计的那个？我只知道他姓楚。原来他就是楚离啊！我怎么忘了？或许楚莹静不在场，
不知道那个女人就是子瑜？当然不是。那就好，那就好。那肖小姐，你能带我去参观一下你的庄园吗？肖莹静，你天天跟我们肖小姐作对，哪儿那么大的脸？求肖小姐带你去见世面啊！肖小姐，你带我去吧。肖小姐，5级服装设计师哎，我也想去，我也想，我做梦都想有一件楚离设计的衣服啊！我刚在金融峰会上得罪了楚离，这不是让我往枪口上撞吗？肖小姐，之前的事情确实是我的错，我承认我该死，你就带我去嘛。看在你这么求我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把你带上吧。真是太感谢肖小姐了。总裁您好，这是收集到关于肖云犯罪的所有证据。好，你下去吧。阿泽，你告诉楚离，我把庄园借给他开个人展，请他帮安万设计一套西服。好嘞，老大，您准备跟他坦白身份吗？人家一心一意对我，我让人家伤心了。爱上就爱上呗，那么我也要干嘛？你想死是吧？赶紧去吧。把我面具给我找一下。你不都打算跟他坦白了吗？要面具干嘛？我想给安万一个惊喜。我们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先落座吧。哇，肖小姐，你家这个庄园到底有多大呀？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庄园呢。我可听说了啊，这可要长好几个山头呢。肖小姐，你这日子跟公主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呢，只不过是我家众多房产中其中一套而已。我平时不怎么来这边住的。这样吧，我带你们到处参观参观。这3个蠢货呀，还真是好糊弄。安总，楚设计师说让你来拿夫人的衣服，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是很清楚。安总啊，有个男模特突然身体不舒服，但是马上就要到他上场了，你看能不能请你帮忙救他？让他去，让他去。不行，他太胖了，那个尺码呀，只有你合适。走吧。哎呦！安总，这套衣服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老大，你今天决定艳压全场。非常感谢大家这次来参加我的私人展。接下来是本次展会的压轴作品。这次展会的压轴作品啊，是情侣款，名为《挚爱一生》。接下来有请压轴作品的模特登场。我的天哪，这一款的礼服简直太美了！这是黄影集团的安总，楚设计师就能让安总当模特。你模特也不错，身材很好，跟安总很搭呀，这简直是绝配呀！安总，看来我们很般配呀。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小姐慎言，我已经有老婆了。
那安总介不介意多一个红颜知己？这位小姐，请你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安总，你就不想看看我的样子吗？说不定我比你夫人更漂亮。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我夫人漂亮。你，萧银静，怎么会是你？我待会儿给你解释。萧云，怎么不能是我？你冒充我萧家大小姐，还冒充我捕神的身份，现在我们该好好算算账了。阿泽，这是你冒充我们老大的证据，还有你偷仙冠的证据。什么？萧云竟然是冒充的！萧云，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不是我没有，我没有，我就知道你不承认。带上来，带上来。圆圆，等会儿，萧银静，既然你早就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拆穿我？我在等你自己认识自己的错误。我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你现在要是认错的话，我可以看在我们是同学的面子上，从此既往不咎。你少在这假惺惺的！萧银静，凭什么你生下来就能拥有一切？我只能靠冒充别人才能得到。我不服，我不服！萧云，你真是没救了。向小姐，我知道云云犯了很多错误，求求你原谅她一次吧。我已经给过她很多次机会了，是她自己不知道珍惜。哎，带他们下去，交给警察处理。你放开我！萧小姐，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您的身份，所以才……您就原谅我们吧。对呀，萧小姐，都是那个萧云，是他在欺骗我们，我们真的不是有意想要去针对你的。萧小姐，我们都知道错了，您就饶了我们吧。他们是你的员工，你来说理吧。既然你们一开始都选择站在萧云那一边，那你们就都去赔偿。我们都知道错了，知道错了。来人，带下去。萧小姐，救救我们！萧小姐，救救我们！好了，既然他们现在已经走了，那我们就继续吧。我现在是应该叫你萧家大小姐？哦，不对，天才操盘手还是财富创造者？那你呢？环宇集团总裁助理。我就说你上次见我爷爷，你为什么跑了？你是害怕我爷爷拆穿你的身份吧？好，就算我有意瞒我捕神的身份，可是我萧家大小姐的身份可不是有意的。那是你从一开始在骗我。你，哎呀，臭小子，你还愣着干什么？报上亲呀！老二，我还真事儿呢。你个老家伙，你现在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孙媳妇儿静静。老二，我警告你，这次啊，你再让静静跑了，我就跟你断绝关系。爷爷，哎，静静，你放心啊，爷爷永远和你站在一边。谢谢爷爷。你听到了吗？是我不该欺瞒你，是我错了。那香小姐，你现在愿意嫁给我了吗？我愿意。愣着干什么？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너의 기억에서 내가 살 텐데. Beautiful my love, beautiful life.